Hello，大家好啊，我是成为打工人8个月的老 K。可以看到我的桌面对比上一期视频，包括整体的布局，还有桌面上的一些物品都有比较大的变化。那本期视频也和大家来分享一下我近期入手了之后觉得值得推荐购买，又或者比较一般，建议大家避雷避坑的物品。好了，那接下来正式开始进入本期的桌面红黑榜。首先，本次的桌搭依旧是秉承着先有灯光后有桌的原则，前后入手了9样左右会发光的物品，同时也淘汰掉了一部分，比如说我手里这一个小米挂灯，当福利给大家了，正好我也没有试过 B 站的功放，那就9月15号直播的时候1块钱的价格卖给大家，先到先得。在这么多的主光之中，最满意的是这一个德普的80cm，也是完美的平替了我之前的屏幕挂灯。这时候可能有人会说啊，老 K 你又恰饭了，又在尬吹，那这真没有恰饭，海鲜市场收的，购买记录都在这里，900块钱全光护版，全新的话就有点贵了，1400多，反正我是买不起的。好处的话当然是可以覆盖整个桌面，是一个非对称的光源，也自带了环境感应。但缺点就是啊，只能手动开关，也没有办法接入米家或者苹果的生态，这个是我觉得比较遗憾的一个缺点吧。但抛开这一点，可以说是目前桌面光源一个比较顶级的解决方案。说完了主光方面啊，在左侧这里是一个洛斐的主光灯，目前是149块钱就可以入手到，并且还附赠了一个挂绳，可以挂在桌面或者一些什么架子上，可以提高整一个桌面的氛围感。负责给左侧区域补光的这一款是叫易来的猫眼灯，对我来说这个产品的话是比较不满意的，这个就放到后面的拔草环节再说了。然后在桌面的右侧啊，这边是一个方塔系的智能手办盒。开始的话我还以为是一个普通的盒子啊，但经过这一段时间的使用，我发现这个盒子的功能是非常强大的，可以接入 Siri 或者小爱同学。本身柜子的显示指数也去到了 RA98，对里面的物品会有一个非常好的展示效果。可以看到我里面放了键盘，还有之前的相机，并且还有一个隐藏功能，就是柜子和柜子之间也可以进行联动。如果后面有机会的话，整一面墙，想想就很炫酷。旁边这一块就是我近期入手的 Colorlight 奇光版，这个产品基本上也是桌搭博主人手一份了。发光原理和我刚刚说的手办类似，中间是一块云光板，通过3边摄入灯光，发光效果还是非常均匀的。同时也可以接入上一期视频中我提到的中控台，也可以通过小爱同学直接控制，智能程度是相当不错了。在手办柜的右侧是一个落地灯，之前灯泡烧过一次啊，我就给它换了一个35块钱的可以接入米家的小灯泡。在灯光的底下我放了一颗迷你椰子，光线透过椰子打在桌面上会有一些淡淡的光影。至于迷你椰子这种植物啊，对于懒人来说还是比较友好的，大概4-5天浇一次水就 OK 了，也可以很好的适应空调房的温度。这一个我养了也快2个月了，状态看起来也是非常不错，起码没有养死是吧？灯光部分就说到这里啊，大家可以看到我的桌面布局对比上2个月也是有比较明显的变化的。首先就是上一期视频中我尝到了洞洞版的甜头，这一次干脆就入手了一块洞洞墙，在某宝的五金少女店铺大概300多就可以入手，可以用来纵向收纳一些道具，非常方便。至于上面这些配件也是可以选择的，我就搞了6个这样的小方盒来收纳一些轴体，再配合几个磁吸的置物架，盆栽和灯光都可以往上摆。上面2层我就用来放置一些大件的不常用物品。那为了解决洞洞板上设备供电的问题啊，我在左侧用大力胶粘了一个飞利帆船排插，连接部分也可以做到90度的旋转调节，城市接口也可以支持到最高35瓦的供电输出，给洞洞板上的设备充电是完全足够的。在角落这边是我在拼多多花了28块钱买的一个铁艺架子，上面摆了一些饮料，还挺好看的。但这个架子的缺点就是太软了，这点我放到后面说，反正这个是拔草环节的东西了。另外一个比较大的变化就是我定制了一块0.3乘0.7米的小桌子，和旁边这一块是同一家店定制的，稳定性还是非常不错，将我的桌子从原先的1.6米变成1.9米，只要200块钱。好处就自然不用多说了，空间一下子就宽敞了不少。需要定制店铺链接的话，也可以后台私信我，我这里就不多提了。然后就是显示器这里啊，我把上一期视频中的副屏拆了，换了一个点音的像素屏幕，可以通过自带的 APP 来下载自己想要的 GIF。之前有一段时间我是让它显示我的 B 站粉丝数的。
但边打游戏边看自己粉丝数量一个一个的往下掉，那确实是太痛苦了，所以我就把它换成了一张猫哥的图片。价格的话，在官方全新的是要700多块钱，但我这一块也是二手市场淘来的，只要400块钱，便宜不少。反正摆件嘛，也不是经常上手，这一点也没什么所谓了。和这块像素屏幕一起入手的，还有这个点映推出的时光灯，将5个 Apple Watch 串在一起，每一个中间都有单独的小屏幕，可以通过点映自带的应用来调节显示内容，什么时间、天气、噪音，甚至股票、新闻、粉丝都 OK。配合两边的氛围灯和修长的外形，是非常适合作为增高架和显示器之间的摆件来使用的。至于显示器支架，我上一期视频也有吐槽过，上一款支架实在是太矮了，所以这一次干脆预算拉满，换了松能的 T18，最大抬升高度直接来到了500毫米，抬到最高甚至可以顶到上方的台灯，而且升降手感也是我用过最好的。除了基础功能之外，上面的 RGB 灯带也可以有一个不错的氛围效果。作为一名外设博主桌面上的键盘肯定是不能少了。我这里就分享2把我比较常用的键盘。第一把是 Mickey 的 MK72， 这个品牌在设计方面从来就没有让我失望过。街机外观加上半透明的银色外壳，和我黑色为主的桌面可以产生一个比较大的反差，让桌面的配色不那么枯燥。搭配的轴体是 TAC 的金红 Pro， 也算是一款非常经典的轴体了。打开 MK72 的灯效，在外壳周围一圈都会透出非常漂亮的 RGB 灯光。第二把就是我前段时间一直在用的 Lumiki 75，但是因为一些键帽已经被我盘包浆了，所以我就干脆给它准备了一套山海的陶瓷键帽。陶瓷键帽釉面的温润触感是普通键帽没有办法做到的，并且它可以轻松做到7级以上的墨式硬度，打字印对比一般的键帽也会更加的扎实。在底下承载这些外设的垫子就是 SP Ply 的夜莺，黑白为主的樱花也很符合我对桌面配色的想象。出面乱纹比我常用的赛维 QCK 操控感会更加的强烈一些。说白了就是启动的那种阻尼感会稍微大一些，是更加适合 MOBA 游戏玩家的一款垫子了。在音频部分，我比较常用的耳机是这款徕卡的 Reno Pro 4S， 当然 AirPods 也在用，但是最近的耳道情况有点不好，所以就换了这一款骨传导。经过几个版本的迭代，骨传导耳机的音质已经非常可用了，所以徕卡这块骨传导耳机也逐渐成为了我的主力耳机之一。当然打游戏的话还是得交给专业的游戏耳机这个是肯定的。在音响方面前段时间看 Test TV 的德高开箱了一个 The Sound One， 那这款音响不同于常规的音响，它的尖塔造型直接就让我眼前一亮。我入手这个是 mini 的版本，一方面是考虑到我桌面空间有限，另一方面也是能节约我的钱包。CNC 的2次氧化让整个音箱有着非常强烈的金属感，通过中间镂空部分也可以隐约看到内部的橘黄色氛围灯和腔体的运动。在音响底部还设计有一圈氛围灯，无论是在实用性还是装饰性来说，都是我入手过之后非常满意的一款产品。说到这里肯定有人会问桌面上这么多东西，那积灰了会怎么打理？那关于这一点，我平时会有2样东西用于清洁。第一款是这个小米的手持吸尘器，第二款就是微高的口袋气吹，一个负责吹，一个负责吸。那气吹可以用来清理手办或者键盘缝隙这些灰尘比较容易积累但比较难去除的地方。在吹了一遍之后再用吸尘器吸附表面的浮灰，基本上任何场景都可以轻松胜任了。同时这款气吹也可以用来清理相机镜头或者需要拍摄的产品表面，总之用途还是非常多的。那最后一样桌面好物就是这一款胡桃木的置物盘，我平时会用来放些耳机、手表这样的小物件。那在托盘里面这2根就是皮塔卡的碳纤维表带，比起硅胶材质会更加的轻便，像素风格无论是佩戴还是随手一放都非常好看。好了，聊了这么多，那接下来进入大家比较期待的拔草环节。几样产品都是我个人经过这段时间使用觉得不太满意的产品也没有故意去黑希望大家理解。那首先第一样就是这款 Yearlight 的猫眼灯。就像我前面提到的那样，我绝大多数的灯光产品都是接入米家的，但这种类型的橱柜灯能支持米家控制的也确实非常少，所以就入手了一款带人体感应的产品。本来是指望着它在我入座时候亮，离开的时候灭，
但是这个灯啊，它充电的时候人体感应是失效的。如果不插电，这就意味着我必须每隔4、5天都要拿下来给它单独充一次电。但如果插上了，人体感应这又失效了，我又得手动去开关。可能这个产品经理设计的时候就压根没有想过人会拿来像我这样用吧。单论产品本身，这个灯光确实是没得黑啊，光线聚拢，亮度也不错。主要是不在乎上面的功能，也是可以购买。那如果说上面这个灯还情有可原的话，那我现在手里这一款新特例的壁灯可真就罪该万死了。我是看了很多博主都在用啊，所以入手种草200来块钱。这个月它完美的让我见识到了什么叫充电2小时，亮灯1小时，并且这玩意啊，它充电还没有任何提示，我压根就不知道它有没有充满或者有没有充电。同时色温也是不可调节，亮度只有3档。对于200价位的灯来说，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半成品。最后就是这一块 PDD 28块钱买来的铁艺架子，我是用来放着饮料，其实效果吧还是不错。但是如果大家想放一些比较重的瓶瓶罐罐，我还是不太推荐。这种网格底下是没有任何支撑的，东西放上去就会往下塌，时间久的话安全性也是一个问题。所以这类产品还是推荐购买一些中间带支撑的，会更加稳妥。好了，说了这么多啊，其实桌面上还有很多东西我是不满意的，在物件的选配上也比较杂乱。如果各位有什么更好的建议，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